大家好，先说一个网站啊，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呢，肯定会知道这个网站叫 Mr41.com 啊。这个网站是一个导航站点，经常有些时候呢，我的视频不太方便把这个链接放在说明区域，那么就会放这里来。那这个事情跟我本次视频有什么关联呢？当然有关联啊，因为做网站的话，你是需要租用服务器或是域名。那么你租用服务器，相当于租房子道理是一样的，你开店租房子。那你不可能租1个月嘛？一般来说的话，你会租1个月、2个月、3个月、4个月或续期啊，就类似于我们打电话的月租费一样道理啊。你的复购率是非常强的啊，这一点啊。那么我们先进入正题吧，我再慢慢讲啊。我现在针对的是哪个项目呢？就是最高比例的返利网啊。点进来之后啊，到达这个页面之后，你可以点击链接直达，或者说手机查看有个二维码信息啊，都可以啊。点开之后啊，主页是这样子的。那我为什么会介绍说刚才通过 Mr41.com 去进行链接直达呢？其实呢如果说你通过我的链接注册了这个网站，并且你产生过订单啊，就下单过啊，不是说光注册就有钱拿啊。如果说你注册之后下单，那么成为真实有效的用户啊，这边刚好有个限时奖励吧，$35，到2024年的1月22号，马上结束了啊。一般来说，如果说我推荐邀请一个用户来话，$10啊到$35之间啊，不一定啊。一般来说，这$10比较多点嘛啊。好，那么我直接说我的案例吧。我之前呢，通过这个网站呢，买个东西啊，买了个什么东西呢？叫 Glowhost 啊，是干嘛的呢？这个东西刚一个虚拟主机啊，我是付费了$8.95，可以使用3个月。我买来做什么网站呢？就是做我的 Mr41.com 的网站，把它放上去啊。那所以说呢，我对这家公司来说，我是一个真实有效的用户啊。那你看我付款了$8.95啊，我获得了$125啊。那为什么我只是付了$9不到啊，却能返利$125呢？就是刚才我说的，类似于这种房租或通讯电话费啊。因为你成为真实有效用户之后，基本上他认为你是不太会搬家的啊。但是事实上，我后面是把这个给搬走了。因为说真的啊，这家公司呢，其实一开始的吸引你，给你打个折扣，到后期的也有点类似于割韭菜啊，会涨价啊，或者说让你直接勾引你，直接买2年或几年，一次性可能要付好几百美金了啊。那当然有些人嫌麻烦啊，可能会说这个网站搬家不容易啊，对，所以说他就留下来了，成为有效客户了。所以说他给$125的返利。对他来说啊，营销费用很高，但是获客成本也很高，但是他还能赚钱啊，就是这样子。那有些朋友会讲了啊，你这种案例的话，现在还有没有呢？说实话有，但是这家是没有了啊。但是我可以教你方法思维，这样的你可以以后类似于这种现象，你可以用公式去套用啊。那么怎么去找呢？基本上的话，你找这种网站这种项目的话，付个9块能返利$100多呢。基本上都是类似于这种科技项目啊，因为科技的成本，软件比如说你买个软件，你用一段时间，你的复购率很强。第二个，对他来说边际成本很低，那所以说他才会用这么大的金额的去获客啊。我们找这边目录这边点一个 tech 科技的意思。好，点进来之后，我们选择全部点击全部之后呢，你这边要勾选一下默认它是按流行度来分的一般来说，如果说你真的是想为赚钱那么你可以选择最高比例的，或者说是最高金额的我选择最高金额好了最高金额默认来说的你要看清楚你看这个是505cashback 就是$505了，很高吧，是吧？但是每一个项目有所不同这个项目是干嘛的呢？是职业培训的对这种职业培训来说，比如说他收你$1200的学费。你说多一个人上课，多一个人上网课，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成本增加所以说他愿意给你505。但是这种的话，我们付出的钱是不是大于返利的？那这样是没法赚钱的。所以说这种东西的话，一般来说我不建议参与你肯定会亏钱的，基本上。所以说这个课程你付个$200他给你$505，那可以试当然，我刚才点进去之后他没有直接下单的，基本上他是让你提供联系方式姓名、电话以及邮箱地址到时候再联系这个时候呢，会产生一个 bug 就是 bug 呢，到时候他给你一个链接，那个链接之后呢，你可能会丢失返利一般来说，返利的话，通过这个链接点进去不能丢失你可以看到点进去之后他这边会等待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记录下来在网址跳转。所以说呢，他说让你联系的时候呢，到时候给你手机上或者说邮件里面发个链接，那你返利可能丢失了，一定要注意所以说这家我不建议参与
好，我们看啊，第二家是跟 PC 有关系的，应该是个软件服务类的啊。在线购买啊是40%啊，但是第二点的话是超过$1000之后啊，给你404%啊。那这个的话你还是亏亏60%啊，那我没必要去买东西嘛。我们继续找啊，这家点不开啊，这家应该是让你也是类似做网站的啊，是让你做一个电子商城啊，跨境电商电子商城。这个呢是一个电视付费项目啊，但是这种呢针对于美国家庭、美国居民来说的，这是一个宽带运营商啊，类似于你通过这个链接，如果说你在美国啊，你给家里装宽带啊，它是有返利的，返利是非常高的。明白吧？因为宽带的复购率是很强的啊，这个就可以了啊，这个就符合我刚才说的，类似于我之前获得返利的类似啊。点开来看一下这家公司呢，之前我也是不知道的，我也通过这个返利网才知道的啊。Hosting 就是虚拟主机啊，$50啊，这 Cloud VPS 的是$101啊，这个独立服务器的是$202啊。那么你在做这个项目之前啊，你要看看这个规则啊，规则一定要看，有些时候它可能会缩略起来啊。所以说我建议啊，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用电脑看。我可以把它再翻译一下。好，现金返还条款啊，这个什么时候呢？你拿不回现金，拿不回返利呢？比如说你通过返利网啊买了这个虚拟主机啊，你在2个月之内啊不用了啊，停用了啊，或者说退款了啊，退款了肯定不行了。所以说呢，我建议就是说你用2个月起步啊，2个月没多少钱，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没多少钱啊。还有什么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叫追踪啊，从这点进去追踪嘛啊。刚才我说的第一个项目$505的那个是不能做啊。还有的话就是它的一些东西，如果说返利啊，它如果没有给你的情况下啊，你是可以通过提交申请申诉是可以把它拿回来的啊。这个我一会最后再讲啊。你可以看到这一点啊，就是某些商家可能不会提供未追踪的现金返还啊，这个七七八八的啊。好，切换成原文啊，我们注意到了啊，刚才我介绍过了啊。50、100、200是吧？很好记啊。点这里点进来之后啊，你看到一个中转页面啊，等待一下就行了。好，映入眼帘的啊是啊，独立服务器很贵啊。刚才不是说返利是$202嘛？$202你要60天的话，至少要续费2个月。那最便宜的就122。那122不是这个最便宜的啊，在这个最便宜的啊，69。那69的话，我乘以2的话，大概是140的话。$202只赚$60啊，那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啊。而且这个独立服务器的话，一般来说你做网站你用有点浪费啊。那么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虚拟主机或者说啊 VPS 啊，我可以点到这里啊，这里有了啊 Web Hosting 啊，那可以点一下啊。好，我这边选2个都可以选啊，我可以看第一个啊，也可以看第二个。好，我可以看到cPanel 的$3.99是 SEO 的好像比较贵啊 ，SEO 它可能包含了其他的服务套餐，类似于广告这些东西啊。那这个不看了啊，这个买不起啊。那我就买这个$3.99，你想想看啊，我买2个月，至少3个月吧。买3个月的话，肯定能保证60天了。因为有些时候呢，比如说你2月份只有28天，那怎么办？是吧？少1天那不是完蛋？那$4，$4 3个月的话，$12的话，它返利$50，那这样的话你可以赚$38。我再看一下啊，如何把它合理最大化？我们可以看到，Cloud VPS 之后点进来之后是$6.99啊。好，$6.99应该是还挺便宜的，它是一个核心1GB 的内存啊，5GB 的固态硬盘，这个还行吧啊，我觉得这个1GB 内存卖你$5正常价格啊，卖你$6.99正常价格，$7嘛啊。一般来说啊，1GB 内存呢是$5一个月到顶了啊，$7呢3个月的是$21啊，$21它返利$101，你这样能赚个$80啊，$80是吧？那所以说类似于就像我刚才说的啊，我自己获得的，我付了$9返利了$125啊，那我赚了$100多是吧？那道理是一样的啊。好，继续返回来过来看啊，如果说你想这种羊毛想多撸几回的话，完全可以啊，但是我觉得最好做网站啊。不然这服务器也浪费啊 ，VPS 也浪费。当然我知道有些朋友他还是有这 VPS 需求的。那下面这个 Rocket 啊，这个火箭网这边应该也是的啊 ，WordPress for Platform 啊，就是博客平台啊。下面呢还有很多啊，这种我就不讲了。这是一个帮你做网站的啊，这个预告。反正如果说你要看仔细啊，当然我刚才看了一个，就你要注意啊，比如说这个啊 ，Web Hosting Pad 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Web Hosting Pad 怎么回事啊？好，点开来看一下啊，直接它这边没有比例啊，直接很简单啊，70块7毛美金啊，直接给你到位啊，只要你购买就行了。我直接点它的网站，进入它的网站页面啊，看一下它那个卖多少钱啊，很便宜啊，$1.99啊，$2嘛，
那就算是3个月好，3个月才$6是吧？他给我70多，那不划算吗？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一下规则啊，规则把它打开，你可以翻译一下啊。上面这个也是一样的啊，你不能用没有批准的邀请优惠代码啊。这边如果说没有优惠代码，如果说你在别的网站你用到了优惠券的话，你就不要去用啊。还有的这个都是废话啊，这个我们无法接受此商家的丢失现金返还索赔，什么意思呢？这个翻译不太准确啊，我直接把它切回来了。有些时候呢，如果说我点进去啊，有些时候这个商家说没有被跟踪到返利啊，没有说获得这个是通过一个邀请啊推荐过来的用户啊，他是不给返利的。这种情况你可以申诉啊，但是大部分都是可以申诉。就这家啊，我看到他是不接受的啊，说明这家信誉不是很好啊，很有可能你这个钱要不回来啊，70块要不回来啊，所以说你要看仔细啊。好，这个思维我也介绍了啊，具体规则也介绍了，现在讲如何去处理这种的未跟踪的返利啊，处理申诉啊。你就像刚才这个，他明确说明了他不帮你追踪的啊，就算丢失返利了，这家返利网没办法帮你追踪回来啊。我自己就碰到这个事情过了，所以说我讲讲我自己经验。当你丢失的时候呢，你可以点这里之后呢，有个客户服务啊，输入密码进入啊。好，这边有专门第一个啊叫 missing cashback 啊，那点这边 continue 或者什么样子的啊，都可以联系啊。我就遇到过2个问题啊。好，我先说这个问题吧。这个问题我说这个 Glowhost 啊，6个月前啊我就丢失了，我之前一直没有看啊，所以说他让我领取的我不知道啊。好，是这样子的啊。那么我是提交了个表格啊，把一些信息啊，什么信息呢？就是你在这个网站的一些啊，比如说购买记录、付款记录啊、真实使用记录啊，我也是经过这个 Glowhost 进来的啊，也是被跟踪到的啊。一般来说的话，你会显示你这个事情有没有被跟踪到，先显示跟踪，60天之后呢，如果他给你确认这个是有效客户的话，给你返利，明白吗？他是先跟踪的。我这边的8月10号的时候就开始发起了啊，9月4号的时候我还推了他们一下。好，他们14号的时候呢，他说确认到这个是可以帮我搞定的啊。好，等到1月9号的时候呢，我才把这个$125领取，因为我之前一直没看到啊，没关注，所以说呢，你看看上面啊，我这个订单的产生是7月5号产生订单啊，不是7月5号啊，7月5号是我创建了这个申诉啊，订单是6月14号就付款了这金额，返利啊，预计返利是131，他结果给我了$125啊，那也行嘛，他有个按钮要你把领取一下，你这个按钮必须按一下啊，这个按钮现在不显示出来，因为我按过了。那如果说下次你碰到这个问题的话，你要注意观察这个申诉啊。好，有些朋友会想啊，那么这个美元赚到之后呢，你怎么去把它钱提回来啊？很简单啊，你注册 PayPal 就行了啊 ，PayPal 啊，这边还有很多支付方式啊，我点这边 Pay Out 啊。好，你可以看到我这边目前是可以提现$30啊，有很多方式啊，比如说这个 ACH 转账，那么你有美国银行卡的话，你通过这个转账，曾经 ACH 转账我还把里面的入邮号码写错了。写错之后，那个钱没有给我嘛，我发了一个请求啊，再跟他们联系一下，他们查到这个钱退回来之后呢，让我重新再提交一遍啊，可以的啊，没有问题的啊，不用担心这个钱丢失啊。PayPal 最简单啊，但是 PayPal 的话，这个钱呢手续比较高，所以说你看自己怎么用了啊。还有如果说你这2个都没有啊，也没关系啊，他会给你一个虚拟卡啊，比如说这个 Visa 虚拟卡，还有5%奖励啊，比如说你$100的提现金额，他会给你$105的虚拟卡。什么叫这种预付卡呢？这个叫预付卡啊。这个卡呢，就是完完整整给你卡号、日期、CVV 码，你可以在任何网站上消费啊，基本上都能消费的啊。我不知道能不能绑定支付宝去消费啊，也许也可以啊，但是看情况吧，我不能确定啊。但是你如果说拿这个卡啊，在美国那些网站，比如说这样啊，在那些其他网站都可以用啊。这边还有亚马逊的礼品卡，2%的就是增程嘛，2%的就增加给你2%的奖励啊。那么还有美国运通的卡啊，3%，但是暂只能用在美国啊。那下面的很多礼品卡，比如说耐克的啊，阿迪达斯的啊，这都是礼品卡。沃尔玛的，我不知道沃尔玛的卡能不能在国内用啊？还有星巴克的啊，你自己看着办啊。那这种礼品卡的话，说实话有些都不太用啊，但是我觉得最好用的东西啊，都肯定排名在前面的。所以说你看仔细啊，我觉得按排名来最好啊。好了，这个思路啊，如果说你愿意找的话，或者说愿意折腾的话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还是能赚到钱的啊。但是这个周期还是很长的，比如说一般来说要60天啊，90天才能完成这笔啊。那如果说你仔细找的话，这个 Tech 里面的目录啊非常多啊，你可以找个10页啊，或者说20页啊都可以找啊。
好吧，这个思维给大家讲到这里的思维啊。